出门旅游，一只手机搞定，不带各种卡片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继上一篇6个日本自由行必备的 App， 许多家人们反映想要知道日本交通 IC 卡如何绑定手机呢？这篇阿布就针对手机如何绑定日本交通 IC 卡以及常见的问题与坑点，手把手教大家日本交通卡绑定手机就这样玩。阿布主这样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布语先课，我是阿布。这篇要来跟大家聊聊很常被大家问到的日本交通 IC 卡咯。日本交通 IC 卡很多，最常见的不外乎是关西地区的 ICO 卡，以及关东地区的 Suica 与 Pasmo。随着日本这几年系统的整合，目前这些交通卡都可以在全日本支持 IC 卡的机器使用哦。但 Pasmo 卡从今年6月起，不记名版与游客专用的 Pasmo Passport 均已停售，就不在这篇展开。而这张就是大家耳熟能详，由 JR 东日本推出的 Suica， 因为发音跟日文的西瓜一样，所以又广泛被称之为西瓜卡。吉祥物是一只企鹅哦。那西瓜卡主要分为2种，一种就是Suica，也就是一般的西瓜卡，需要押金500日元，可以在退卡的时候扣除手续费后退还。但这张因为近年晶片有短缺的现象，所以导致实体卡有缺货的情形，不一定保证买得到。还有一种则是给短期观光客使用的 Welcome Suica， 在成田机场、羽田机场以及一些大一点的车站都可以买到。每个人限购1张，使用期限为28天，不需要押金。但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张 Welcome Suica 是不能退卡的，也不能退回余额哦。因此需要在出境前，在有 Suica 标志的商店将余额使用完毕哦。第一张则是 JR 西日本推出的 ICO 卡，是日文 Ikoga 走吧的谐音，吉祥物是一只鸭嘴兽，挺可爱的。这张在关西是普及率较高的一张 IC 储值卡，与关东的 Suica 齐名，也有着关东 Suica、关西 ICO 卡的说法。ICO 卡主要分为2种，分别是一般的 ICO 卡以及 ICO 卡定期券。定期券类似月票，比较适合当地通勤的人使用。至于观光客使用一般的 ICO 卡就可以咯。一般 ICO 卡是属于不记名的 IC 储值卡，分大人跟儿童票。主要的区别是儿童票使用时扣的车费大约是成人票的半价。一般在地铁的售票机都有贩售成人票，但儿童票限6到11岁的小孩才可以用哦，而且需要带着小朋友跟护照到 JR 绿色窗口办理购买。买好后，票上会印一个小字，使用方式跟大人一样，B 卡进站就可以咯。2张卡基本功能差不多，一样好用。大家比较喜欢哪一张呢？阿布自己比较喜欢蓝色的鸭嘴兽，之前还去过鸭嘴兽的咖啡厅体验过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这篇 vlog 哦。那日本 IC 储值卡能不能跟手机绑定，直接使用手机搭乘交通工具呢？其实可以的，目前在日本，安卓跟 iOS 都支持绑定Suica跟 ICO 卡。首先 ，iPhone 用户如何在手机绑定日本的交通 IC 卡呢？接下来依照有无实体卡片分为2种情况来操作示范给大家看，大家就自己对号入座吧。如果你手上还没有任何的实体卡片，无论是Suica或者是 ICO 卡，刚好手上又有 iPhone 8或8 Plus 以上的机种，首先打开 iPhone 内建的钱包 Apple Wallet， 点右上角的加号，接着点开交通卡，可以搜索 ICO 卡或者是Suica，找到后按继续，再来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，选择你首次要加值的金额，点右上角的新增，就会看到相关的条款与约定，按下同意后就可以选择支付的方式。成功储值后，就可以看到钱包里面多了一张 ICO 卡或Suica的电子卡片。如果后续还要对这张卡片储值，只要点开卡片右上方的这个点点点，就可以直接加值你想要的金额。如果你是有实体卡的人，想要将卡片里面的余额转到 iPhone 里面使用，那你要注意咯，一旦你将卡片里面的余额转进 iPhone 里，这张实体卡将会失效，无法再使用，而且此动作不可逆。如果你确定失效没有关系，可以再继续往下操作。不过阿布这边特别说明一下，阿布手上的这一张 ICO 卡并不是单纯的 ICO 卡，它是 Kansai One Pass， 之前在票券里面有提到过这一张。那这一张是带有优惠性质的 ICO 卡，它是不能绑定到那个 iPhone 手机里面的，不要误会咯，我只是手上没有其他的卡。那有实体卡的人要如何把卡片里面的钱转到 iPhone 里面使用呢？跟前面新增的方式一样，同样打开 iPhone 内建的钱包 Apple Wallet， 然后点右上角的加号，在交通卡里面找到对应的卡，然后按继续。如果你要转移 ICO 卡，你就找 ICO 卡；如果你要转移的是Suica，你当然就是要找Suica哦。
这时候跟前面新增卡片不一样的是，你要点下面的转出现有卡片，接下来就依照画面上的步骤填写需要的资料，特别是要确认好卡片末4码，不要填错哦。确认好没问题之后，就可以按下一步。如果你手上的实名卡是属于记名卡的话，在转移的时候需要再多填记名的时候你填写的那个生日，必须要匹配才可以转移成功哦。接着你需要把卡片放在桌上，然后将 iPhone 的顶部放在卡片上面，直到荧幕上面出现已加入卡片为止。那这个流程可能需要几分钟，需要耐心等一下哦。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人问阿布，可不可以将卡片转移到 Apple Watch 呢？可以的，但同一张卡片只能在 Watch 跟 iPhone 里面2选1存在。操作其实不难，我们就来操作示范一下吧。首先要从 iPhone 打开 Apple Watch 的 App， 然后从我的手表里面往下滑，找到钱包与 Apple Pay 并点进去，然后从电话上的其他卡片这些 list 里面选出你要移动到 Apple Watch 的卡片，按下加入的按钮，接着你只要等着转移完成就可以了，大概也是需要个1分钟左右。那转移好后，你就可以在我那个手表里面看到这张 EcoCard 的卡片。那如果你之后想要从 Apple Watch 再转回 iPhone， 可不可以？可以的。同样的流程，从 iPhone 里面的 Apple Watch APP 的钱包与 Apple Pay 找到那张卡，点进去之后滑到最下面，点一下将卡片加入 iPhone， 就可以再进入到转移的状态了。但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无论你是从 iPhone 转移到 Watch，还是从 Watch 转回到 iPhone， 虽然余额是会保留，但是你先前的交易记录都会全部消失哦。即便你转回最初的装置，消失的数据也找不回来了。所以如果你是在意这些数据的人，转移前千万要谨慎评估哦。好了，讲完苹果手机，接下来当然是安卓手机咯。EcoCard 跟 Suica 其实都有出安卓版的移动端 App 了，但操作上比起 iPhone 的话就稍微复杂了些。那海外的安卓用户该怎么绑定日本的交通 IC 卡呢？很遗憾的告诉大家，想要绑定日本交通 IC 卡的安卓用户，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了。因为它需要满足以下2个条件才有可能设定成功哦。一是需要在日本地区的 Google Play 下载移动端的 Suica App 或者是 EcoCard App。第二，需要日本版的安卓手机或者是内建 Fuka 的硬体规格手机才可以支持使用，不然就会像这样看到不支持的提醒。正常来说，出国玩应该也不会为了区一张交通卡去特别准备一支日规的手机吧，因此这边就不特别说明日版手机怎么绑定了。那安卓的用户如果想要使用日本交通 IC 卡的话，其实大家可以直接选一张喜欢的 IC 储值卡使用就好了哦。回国后还可以留着做纪念，毕竟短期观光的话，不绑定手机其实影响不大的。最后很重要的重点避坑来啦，因为跟钱有关，其实大家也会比较谨慎。这边针对 IC 储值卡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与坑点，大家可别踩到咯。很多人肯定会问，阿布 IC 储值卡里的余额没用完能不能退？可以的，大部分的实体卡是可以在扣除手续费之后连同押金一起退回的。但前面有提到，给观光用的 Welcome Suica 是不可以退的哦，可别忘了。那刚刚绑在 iPhone 上的电子版卡片可以退吗？如果你没有日本银行账户的话，也是无法退的哦。因此，如果你短时间确定不会再使用，建议离开前就在便利商店或者是商店里买，把它用光吧。类似的问题可能还会有人问，阿布，实体卡有10年的期限，那如果过期了余额怎么办？首先，这里的10年是指最后一次使用卡片起算10年为限。如果你确定10年内不会再去玩，又在意里面的押金跟余额，那我建议你离开前就直接办理退卡吧。如果你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超过了10年，可以带着新卡以及过期的卡片前往车站的服务台，请他帮你办理余额转移，或是可以扣除手续费后加上押金退回现金。那前面 iPhone 用户绑定手机后，可能还会面临一个困扰，就是每次进站前都要在那边解锁手机，找到交通卡，然后才能逼，挺麻烦的。那怎样可以不用解锁就可以直接逼手机搭乘交通工具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在 iPhone 里面的 Apple Watch APP 里面的钱包与 Apple Pay 点进去后，找到快速交通卡，把它打开之后进站就可以直接逼手机啦。好啦，以上是这一次的分享，希望对大家出行日本有帮助哦。如果你对日本旅游支付方式感兴趣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 follow 就这样玩系列的下一篇哦。我们是自由行攻略，全靠 DIY 的阿布与仙客，关注我们，带你轻松游日本。